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意大利美仓。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意大利美仓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Inari Technology Sdn Bhd 成立于2006年，是 Insas Bhd 旗下的子公司。初期的主要业务是多媒体产品的电子组装和硬件和制造业务。2007年，公司开始了后端晶圆处理服务。2008年，公司成立了研发部门，以增强制造技术和流程，以开发新产品。2009年，公司开始了 DC 和 RF 测试服务，以及扩大了针对无线宽带网络设备的印刷电路板装配和整机装配操作。2011年7月19日，公司以 Inari Bhd 的名称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创业板上市。2012年，公司收购了 Seedtech 51% 的股权，并涉足电子测试和测量设备。另外，公司也在同年合并了 Inari South-Key-Tech， 以开发光纤收发器。2013年，公司完成了对 Emetron Incorporated Global Limited 的收购，随后更名为 Inari Emetron Bhd， 并在隔年成功从创业板转至主板上市，代码为0166 Inari。2016年2月，公司收购了 Inari Integrated Systems Sdn Bhd，以从事先进通信芯片和模具准备的制造活动。2017年，公司成立新子公司 Inari Optical Technology Sdn Bhd， 用于进行光电、传感器组件、模块和系统的制造、组装和测试活动。截至2019年年尾， Inari 的股价已经从刚上市的10仙翻了17倍，至1零及70仙左右。意大利美仓的主要业务分别是外包半导体封装与测试、电子制造服务和光电器件制造等等。外包半导体封装与测试，简称 OSAT， 全名为 Outsourced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是为后端半导体包装提供一个组装平台，用于处理后端晶片、组件组装和无线射频最后测试服务。OSAT 业务由 Inari Technology 经营，提供的服务包括晶圆测试、晶圆背面研磨、晶圆锯切、引线键合、基板成型和锯切，以及芯片组件等等。这业务的主要客户是 Broadcom， 也就是 Apple、Microsoft、Intel 的无线射频晶片供应商。电子制造服务，简称 EMS， 全名为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 是指为电子产品品牌拥有者提供制造、采购、部分设计以及物流等的一系列服务。这业务主要是由 Emetron Global Group 运营，一间在提供半导体方面拥有超过25年经验的公司。光电设备是在操作中使用电到光或光到电设备的仪器，其器件包括任何试图发出、引导或控制光的设备。光电技术在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包括光纤通信、激光系统、电眼、远程传感器系统、医疗诊断系统和光学信息系统等等。这业务就由 Emetron Global 的子公司运营，主要顾客是 Osram。在 Emetron Global 的光电部门中，其大部分收入可归因于光纤、光电基础的 LED 产品和红外光电。另外，公司也为 Osram 提供虹膜扫描仪的后端服务和仪器。现在来为各位介绍意大利美仓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Inari 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3亿2572万令吉减少了 2.88% 至3亿1660万令吉，净盈利也是从去年的6515万令吉减少了 20.78% 至4773万令吉。营业额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光电产品销量减少所致，而净盈利减少是由于产品组合调整、汇率收益下滑、拆旧费和税务提升导致。
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稍微增加了 0.38% 至13亿4445万令吉，主要变化不大。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的库存量减少了，表示在近期内出了不少货。还有就是流动现金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3个月前减少了 8.28% 至2亿043万令吉，整体变化不会太大，主要是公司的应付账款减少了，代表着公司正积极的支付拖欠供应商的款项。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 16.18% 至9094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公司这一季度的税前盈利是比去年减少的，还有就是营运资金也是比去年减少，是导致这季度的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减少的原因。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则比去年减少了 72.18% 至182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公司这一季度减少了固定资产上的投资，所以现金支出也相对就减少了。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就比去年增加了，一共增加了 6.38% 至3215万令吉。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发行的股票而筹募到的资金比这一季来得多。总结来说，科技一直都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环。迎接这 5G 通讯科技时代的来临，半导体已经是我们离不开的科技工具。而随着科技发展的趋势， Inari 的未来前景可以说是非常占据优势的。只不过 Inari 也有其缺点，那就是过度依赖 Broadcom 和 Osram 这2大客户。就好比近期 Broadcom 宣布正考虑脱售旗下无线射频部门时， Inari 的股价就应声急挫 15%。虽然 Broadcom 只是正在考虑阶段，不过这项消息却动摇了投资人和分析员对 Inari 的信心。无论如何， Inari 是 OSAT 系列的领导者之一，对于半导体方面的经验是无需质疑的。或许现阶段还是需要依赖 Broadcom 和 Osram， 但是在未来 5G 通讯科技时代降临后就很难说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